Hello，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大直小老板，我是林亚瑟。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美甲模特儿，美甲模特儿。美甲模特儿这一个词哦，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应该是无飒飒啊，不知道在讲什么。可是对于我们学美甲的店面或是美甲老师、美甲学院来说，好，美甲模特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学美甲的人一定会碰到美甲模特儿，而且一定要使用美甲模特儿。好，甚至美甲模特儿在你的职业旅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学美甲一定要碰到的。这个和大家提一下。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什么是美甲模特儿，然后还有这个你宝贝啊，我们过去不小心踩地雷的经验。那个地雷经验很棒，一定要听，一定要听。之后呢，我会来介绍一下，像我们觉得不同时期需要怎样不同的模特儿，以及和大家结论一下我们对于美甲模特未来的想法跟未来的期望。好，那么我们看完我们的这个大纲之后，我们就开始第一个章节。好，什么是美甲模特儿？美甲模特儿的定义，简单的说就是呢，提供你的双手让新手美甲师或者是美甲学员作为练习的对象这个就是美甲模特儿，是给别人当练习的对象，就像剪头发一样发型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人给他们剪或给他们染、给他们烫，同样的道理在美甲师培训的一个里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有人去给他练习，知道怎么做前置，知道怎么涂胶去学习如何做颜色以及最后面累积作品的一个历程。好，所以这是美甲模特儿。那么美甲模特儿跟什么指甲很漂亮，然后摆漂漂亮亮，然后这样拍一张这种模特儿是不一样的，懂吗？这边提的美甲模特并不是指广告界拍广告做宣传的那一种美甲模特不是这样子的。在美甲界，美甲模特有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定义。好，当然啦，叫美甲模特是怪怪的，其实应该有其他的词，但是约定俗成，大家就叫它美甲模特，那我们就跟着叫咯对不对？好，讲到美甲模特基本上我们分三大类。第一个是免费的，再来收费的，以及付费的。三种完全不同的美甲模特。好，第一个我们来谈一下免费的指甲模特，免费的指甲 model。在学美甲的过程当中，最常听到的、看到的、感觉到的就是免费的美甲 model。那么通常来说，学员或者是练习中的人新手美甲师会在一些社群网站匿名的社团，或是也许是公开社团，或是各种像现在流行的群组在这里面去征求他练习的对象。好，那为什么说是免费的美甲 model？那就只说美甲师也许没有很厉害，应该说美甲学生没有很厉害，然后他希望能够找人让他过来做个练习。基本上来说，免费的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就是美甲师很深嘛，很身手嘛。然后呢，市面上的一般人呢，他也觉得没关系，我有就好了，我没有期待这么漂亮，所以这时候就有免费的指甲 model。那另外一种呢是收费的指甲模特儿。什么是收费的指甲模特儿？最常见到的了就是当一个美甲学员准备要迈向他的美甲师之路，或者是他刚开始从事美甲业，在美甲店就没有生意，然后想要累积他的这个作品，然后他去网络上面宣传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他觉得他自己有一点分量了，有一点点小小的作品跟成绩，这个时候可能会收个工本费，工本费可能会收个100、200、300，然后呢，请别人来这边，然后让他去做指甲，做了漂漂亮亮之后呢，拍个照，然后让他可以上传，可以让他分享。对于这个收费的指甲模特儿来说呢，他就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享受到美甲的服务这部分通常是这个样子。那第三个是付费的美甲模特。付费的美甲 model 呢是什么意思？那是指说学生或学员，或者是新手美甲师，或者是补习班美甲学院，付钱给某一个人某一个民众，然后让民众呢
来这边让学员去操作他的手。那为什么要付费？然后后面会去讲。可通常来说如果说今天是我们付钱给别人，让别人来做指甲的话，通常来说就是可能我们有某种特别的需求，可能需求他的指甲特别漂亮、特别长，或是特别烂或者是我们的美甲师、美甲学员技术非常的深色，然后呢，他可能会把别人弄得很不好，所以我们付钱给别人或者有时候是我们为了稽核美甲师或美甲学员的程度，而请有经验的美甲客户来给他做服务，这样子才可以知道，这个美甲师到底合不合格，做得好不好，做得舒不舒服，这也是有付费的美甲 model。所以美甲 model 总共分成3个免费的、收费的跟付费的。下一个章节我来讲一下我们妮宝贝过去踩雷的经验。好，来这个接下来讲一个很好玩我自己发生的事情真实的事件。结论先讲，就是这个事件虽然是一个很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可是站在我事后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感谢那个地雷的，非常感谢，因为它让我们提升了很多，改变了很多，而且改善了我整个流程。所以就稍稍提一下，就是在网络上面或者在生活中或者创业中遇到那些奥客不好的事情乱七八糟的东西，酸民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大大加强我们的能力的。好的客户可以增强我的荷包的厚度，可是不好的客户或不好的竞争对手跟酸民，它可以增加我们竞争的能力。所以感谢。好，虽然我在讲是踩地雷，感觉好像在批评他，没有我非常感谢你，认真的如果说今天我在讲那个地雷，如果哪天出现了跟我说，亚瑟我就是那个地雷跟我讲我送你1瓶紫原油万用膏，认真的感谢你。好，开始讲。我们现在讲网络免费的奥客网络免费的奥客。因为像我们妮宝贝是一间美甲店，我们是有去训练美甲师、训练美甲新手的美甲店，所以说当我们请了一个新手来之后，我们会去教他怎么做指甲，然后会去找网友来让他做练习，早期会这样子。所以我们教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网络上面征求一些免费的指甲模特儿，让我们的新手来做练习。可是各位，我想如果大家有接触到美甲行业的话，或者稍微看过美甲社团的话，就可以知道，就是很多美甲师或很多美甲学员一直在抱怨网络上免费的美甲 model 会放鸽子的事情。是的，没有错他们常常放鸽子放鸽子的几率高到夸张为什么？因为对于一个美甲 model 来说，反正征求免费美甲 model 的美甲师或美甲学生很多，所以这样机会很多，他也没有觉得了不起。而且他去了，他就好就随便做一个指甲吧。但没有去呢，因为就没有去嘛，反正也不损失。所以说网络上的美甲 model， 尤其是免费的美甲 model， 常常放鸽子放得非常严重。当然啦，反过来说了其实这个美甲师有时候也会放免费美甲 model 的鸽子嘛，因为反正都免钱嘛不痛不痒所以导致时间长了之后，就有很多人在抱怨网络上找那些免费的 model 来都是浪费钱，因为他们有一半的时间不会出现。认真的到后面的确是大概有一半的时间，一半的几率就是消失的，这样很可怕。好，那我们的最后一位免费的指甲模特儿，他的例子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我们已经约好了，好像是要做脚部保养要请一个免费的 model 来，让我们的新人去做这个脚部保养的训练。我们通常预约的时候都约3天前或1个礼拜前，好像先约好了。可是到了那天早上，我们的新人新的工作伙伴突然间跟我们说他不来了，临时的说不来了。好，那既然我们知道不来了，那我们只好跟这个网络上免费的 model 做取消的动作。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新人不来上班了，所以只好跟你说拜拜。好，可是这个时候网络上那位免费的美甲 model 就生气了。他说我们是故意放他鸽子，让他造成损失，那么我们要赔偿他。我们妮宝贝对客户一直都有这种制度，就是客户临时取消，那客户要赔我500块。他如果说我临时取消客户，那我要赔客户500块。可是那个时候我在想说，网络上的免费美甲 model 基本上他不来，我也无法跟他收500块，所以理论上来说，我取消他我也不用付他500块。可是客户就不开心免费美甲奥客就给我硬凹，我要赔他钱。我就说好吧，那就照规矩来赔你500块吧，我也是这样赔给客户的嘛。
可是他就说不行，不行，这个我们造成他重大的损失害他必须要找其他店去做脚部保养，所以他要求我们赔全额，就是做一个脚部保养的全额的费用。可当然不公平的，因为如果说今天一个客户来做指甲的时候，来做脚部保养的时候，我们提供给他的是一个训练好的一个美甲师去帮他做脚部保养。可是呢，免费的 model 来做，基本上是做免费的啊，所以我们给他的是一个训练中的，所以说基本上商品是不同的。可是他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赔那我们那个时候脚部保养的费用是1800，要求我们赔1800给他。然后说如果不赔的话，他要去网络上写我们坏话大大骂我们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妥协了。为什么会妥协呢？简单说啦，就是因为只要有人在网络上骂你宝贝，不管我们有没有去做澄清，或是不管有没有去做解释只要有人骂你宝贝，我们之后的预约那1-2个礼拜的预约就会爆满，就会有很多人打电话来想预约我们你宝贝。可是对，没有错。很多人想说，哇，有人骂你们，应该预约会变得不好没有这种事情。在网络上只要有人骂我们，我们的预约就会变超好。尤其是骂得越凶，引发越多的争论的那些东西，会使得我们的预约太过于满。那预约太满的情况之下，就会损伤到原本客户的权益，这是认真的，没在开玩笑。所以我们很不希望他讲我们坏话。我们说 OK， 我们就同意付他1800，认真的。然后他就说我们汇完款1800之后，他会把1800捐出去，然后捐完之后他再给我们收据。我说好，随便了。好，那当然了这个案子已经过了10年了吧，8年吧可能我从来没有收过他的那个收据。OK， 那这个是例子，为什么提出来提呢？是因为过了很多年之后，在这个社群里面他们在开始讨论，有没有这个美甲店要求免费美甲，然后最后放鸽子的事情大家过来骂一骂美甲店就这个人就是写了这个故事，在网上骂我们。好了，当然他写的内容跟我刚才讲的有点出入了那时候我也没看到这一篇，但是我们客户就有提醒我，好像有这个争议耶。然后我就去看一下，我发现哇，他那篇文章下面一堆人在骂他，骂他奥克骂他乱七八糟什么的。后来他还写了一篇，又在跟网友互干这样子。可是这东西我们没有去，我们不解释，我们也不去做任何的澄清跟发言，就是不回应。好，大概这样子。这个事情却造成我们你宝贝很大的变革。来讲一下更改流程与做法。好，更改流程与做法。遇到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就遇到这个硬要赔款这件事情之后让我们深深的去检讨，我们这个和一般店家一样去争美甲模特儿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不合理？为什么会这么说？那就是因为对于我们美甲店来说，如果说我今天请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外面的不知名的一个网友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新人做得好跟做得不好原则上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当我去用一个免费 model 的时候，我要派个美甲师跟在旁边盯着看他有没有做好。因为这些免费的 model 每次问他们有没有不舒服，没有；有没有觉得不好，没有；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没有。为什么没有？那是因为这些免费的 model 他本身没有付钱，所以他要求很低。而且他本身也没有用过好东西，没有受过好的服务，所以有时候也不知道一般的服务或不好的服务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一个新人，我们可能需要用10个或20个免费的 model 才能学会一件事情例如说脚部保养，可能就要用到20个 model， 手部保养也是这使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的心力，花了很多的成本，才能训练好一个人。后来呢，透过这次踩地雷的事件，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我们后来就改了流程之后我们教新人的时候都是在我们同事手上做练习，练习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请我们的客户来当 model， 然后我们呢基本上会付费或者是付产品给客户作为感谢，这是交换的。所以等于说是我们是付费请我们的客户当美甲 model。那么我们的客户有什么好处因为是我们的客户，他就知道平常是怎么做脚部保养的，知道我们平常怎么做流程的，所以当新人做的不好或者做的没有这么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反映给我们，他们会告诉我说，这个磨指甲磨的好像跟 Peggy 不一样这边这个力道好像比亚瑟大多了我觉得这边不舒服，亚瑟弄得比较好，或者我觉得这个型修的不好，Peggy 修的比较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去做调整这样才有个对比所以说
因为这一次踩地雷的事件让我们大大的改变了我们的流程。后来我们培育新人的速度就变得超快，不用像以前一样耗这么久，然后才能教出这么一点的东西而已。所以奥克让人更进步奥克让人更进步谢谢你，谢谢你有些人会说踩地雷是不好的事情，然后可是在我们的实务观念里面，我觉得奥克其实并不是不好的事，感谢他让我们现在的教学跟做法又更进了一步。所以才有今天的你宝贝否则我们还是一直困在过去，花很多成本去训练人。因为这个踩地雷的事件让我们训练新人变得快多了，感谢花了好多时间讲我的例子，来回到正轨，来不同时期的需求不同时期的需求，在这边我要举出4个不同的阶段，就使用美甲模特儿的4个不同阶段。哪4个不同的时期呢？第一个时期是上课的阶段，第二个时期是课后练习的阶段，第3个时期是课程结束之后的阶段，第4个呢是累积作品的阶段。分为这4个阶段，分有不同的需求。那来看一下上课阶段的美甲模特儿。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跟老师一起上课的时候，我们也会需要模特儿的。这可能跟目前美甲补习班遇到的不太一样。目前美甲补习班常做的事情是上课是没有真人的，大家看看老师做，在甲片上学一学，然后之后就自己想办法课后练习。可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上课的时候是需要有真人的模特儿让你做实际上的操作。所以说上课阶段我们是需要美甲模特儿的。那这时候需要怎样的模特儿？当然就是付费的模特儿啦，对吧？因为上课的时候你希望的事情是，第一个那个美甲模特儿一定会来因为你上课要付学费，老师也要付钟点费，所以说我们希望上课的时候那个人一定要来，当然是付费。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我们会希望让你练习的那一个人是有经验的。这样子的话呢，你用痛了，用不舒服了，或者是你做的不好看，你做的不漂亮，或是你做的比别人差，这时候他都会给你反应回来，你就知道说自己如何进步，如何精进所以上课阶段我们会需要付费的一个美甲模特儿。再来课后练习的指甲模特儿，除了上课练习之外，课后也要练习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以课后练习为最多的时间嘛。那课后练习的美甲模特儿就可以使用免费的指甲 model。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课后练习，当然那时候可能没有老师，不用付老师的钱，那时间也比较充裕，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会使用自己的朋友、美甲补习班同学之间互相练习，找一些免费的 model 过来。这个时候的时间成本没有这么高，所以说他放鸽子也没关系。我们课后练习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去练习的这么的精准，主要是冲量，因为可能你每天都需要1个或2个来让你练习。这个时候免费的美甲 model 是比较重要，会比较需要，比较常在使用的。第3个阶段是课程结束的指甲 model。课程结束之后，也就是美甲全科班或者是脚部保养课程结束，手部保养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也会需要一个 model， 就是你已经没有在上课了，这时候你还是要继续不断的练习指甲嘛，本来就是一个要一直练习，一直不断进步，才会成为一个好的美甲师的一个技能。那课程结束之后基本上有时候可能会用免费的 model， 有时候可能会用收费的指甲 model， 这看你自己的能力到哪里。通常来说，课程刚结束的时候还是以免费的 model 为主可能会大量的找自己的朋友或在网络上真人同学里面互相练习，把自己的那个速度越练越快，精准度越练越好。那等到练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这个时候就会开始使用收费的指甲模特儿。什么收费的指甲模特儿呢？等于是美甲模特儿付工本费，然后我们来帮他做，我可能付一点点钱给他付100、200给他，300给他，这样稍微补贴一下这个材料费这部分是课程结束的指甲 model。接下来我们来看的事情是累积作品的美甲 model。累积作品的美甲 model。之后到第4个阶段，就是最重要的阶段，就是累积作品。那累积作品的美甲 model 这个就真的是见仁见智通常来说，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多把握的人可能会使用收费的美甲 model， 等于说是我们给他一个特别的福利，特别的新手价，请他们来做指甲，让我们做个记录。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像是我们你宝贝都在做指甲矫正嘛，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找一些指甲有问题的客户来？
那有问题的客户让你来做实验，来做练习，说穿了，美甲师就得付钱了嘛，因为你练习不好的时候，别人可是这个皮开肉绽的。好，再来是有些时候呢，也需要付很多的钱去买付费的美甲 model。假设你今天学的是这个粉雕，你现在要雕一个非常漂亮的玫瑰、非常厉害的蝴蝶之类的，那这些作品就必须要放在一只漂亮的双手上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倾向也去请这个已经很漂亮的手来当我的指甲 model。这样有懂哈？所以说，当我们累积作品的时候，通常有时候还会付费，就是付费给别人，让别人来当我的美甲 model，有做特殊的练习，有时候希望他手特别漂亮，因为手漂亮作品就漂亮，这是一定的。然后呢，累积作品的这个阶段，有时候也会跟网红KOL 啦，一些这个比较有名气的人，或者是一些小模做一个合作，对不对？因为就会请他们来，请他们帮我做推广。所以我们可能给他更多的钱，还要做指甲，然后可能在他的部落格、YouTube 上面提一下你，哇，你做的好棒棒哦，我好喜欢哦。这就是一个推广。那这个时候的金额一定会更高，这时候的付费的美甲 model， 哇，那个金额会更高。根据我们之前的经验吧，可能会到5000、1万都有可能。有时候是一个部落客帮你写文章，你可能付他5000，付他1万。可是这个效果就是练习、累积作品加宣传。好，这是累积作品的美甲 model 这个时期。好，那我们今天讲完4个时期了太好了。来，结论：美甲之路不可缺的练习对象。哇，这个title下得真好美甲之路不可缺的练习对象。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有免费的 model、收费的 model 跟付费的 model， 所以他们在我们的美甲学习的历程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而且它不是每一个阶段只对应一种美甲 model。上课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付费的美甲 model， 课后练习我们有付费的，也有免费的。然后在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可能会用免费的，也可能用付费的。那进入了宣传期、累积期之后，付费会越付越多，因为你需要找特殊的例子。总结一下之后发现，不同的美甲 model 在不同的美甲阶段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是也就是那个 but 在台湾由于大家都希望用少少的钱来学美甲，所以很多时候一些比较初阶的美甲师，他们碰到的就是免费的指甲 model， 他们一直觉得哇，免费指甲 model 很好很好用。可是如果说你一直使用免费的指甲 model， 遇到的问题就是那些美甲 model 永远不会回报给你真正的资讯。像我们之前用免费的美甲 model 给新人练习完之后会打电话给美甲 model说请问今天你觉得治疗做的怎么样？他说不错那1个礼拜后治疗还 OK 吗？可以啊。我跟你说10个美甲 model 10个都这么回答。可是等到我把这个新人交给付正价的客户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客户就会念了，这边做不好，这边那边做不好，这边不行，这边也不行。为什么？因为收费跟免费它本身的那个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咯，在这边还是提醒所有想要学美甲的同学们或者是在这路上的同好们，美甲 model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而选错误的东西，否则的话你的技术会一直卡在那里，卡在那里都觉得怎么不上不下，怎么搞得我好像自己很厉害，可是等我收费的时候却没有人要来。为什么？你用了太多免费的美甲 model 嘛好，迫于时间我们现场有客户，不能再讲太多废话了。好，我们下一集直接这一集继续讲一个很大很大的主题。如果说对学美甲或者美甲创业有兴趣的话，请追踪 follow， 并且下一集一定要听到。快过来说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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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